如果有一天传统的绿皮车都将替换成这样的列车，同时车票价格会稍稍微调一下，你会接受吗？今天要带大家体验的就是被称为 AD 钙奶的慢速动车组。为什么要叫 AD 钙？嘿，就问你像不像嘛？妈妈，我要喝。嘿，突风当前坐标南京站，还记得之前拍的直215次吗？现在这个直215次已经升级为了 AD 钙奶桶。那么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从南京出发，继续乘坐215次这一次是动车215次我们一起体验一下老直特新车型 ，Let's go。旅客们请注意，动车215次列车检票。刚上天桥，动车215次正在缓缓进站，还是朴素场最里面的8站台。我们预留了充足的时间供旅客们登车，还真贴心啊！请旅客们不要奔跑，不要拥挤。南京站8、9站台一半是京沪朴素场，一半是沪宁城际场，所以你能看到左边停着一列 CH380D， 而右边今天的主角 CR200J3C。这个慢速动车组学名叫动力集中型动车组。我们平时坐的和谐号、复兴号高铁列车叫动力分散型动车组，列车的动力分散在各个车厢。那么这个动力集中在哪儿呢？当然是火车头啦，首尾各一台，其实它就是火车头加车厢的模式。但是火车头和车厢焊死了，不能拆，这不就成了动车组了吗？所以人家车子用的就是D字头，当然价格嘿嘿。全列18节编组，如图。动力车2节，1等卧3节，2等卧10节，2等座2节，2等餐车合造车1节。介绍了这么多，南京上车的旅客还在站台上找车厢呢。这不就是111车吗？好了，就在这里。来，留个影。我还特地买了1等卧，进来一看，这不就是绿皮车的软卧吗？这叫动卧。11车6号上铺，不好意思，走过头了。门怎么还关着？换个包厢吧，都一样。别看了，都睡过了，二手的。二手1等卧，1等卧包间设施确实比绿皮车软卧有了一定提升，床头阅读灯还支持 USB 插口，还有提升氛围感的鲜花。车门即将关闭，请您注意安全。下午1点06分，领先1分钟，动车215次离开南京站。此时旁边掠过一列 CH2， 没有沪 E， 肯定不是 CH2C。果然2A。沪宁城际南京到仙林段怎么会出现 CH2A 呢？例行厕所参观环节。其实动机和绿皮车最大区别就是厕所了，毕竟是动车组，干净又卫生。请您不要在卫生间内吸烟。升级成D字头之后，车厢里任何区域都不能吸烟喽。盥洗室也是满满的动车风格，它叫洗脸室，因为是兰州局的车，车里一定是要展现地域文化的，比如车厢里到处都能看到飞天敦煌的浮雕，是贴纸，谢谢。下午1点16分，南京东站通过，当前时速160公里每小时，交汇同样时速160的行包专列。有人知道这趟车的车次吗？继续往前，列车将驶出南京市，进入镇江市，依次通过下属高姿600度。这时远远的你就能看到润扬大桥，那么镇江站就在前面镇江站被跨了。恕我直言，镇江也算是苏南举足轻重的地级市，但是在沪宁线上，它的存在感有点低呀。下穿连淮阳镇，接着从丹徒进入丹阳，镇江都没停，丹阳肯定不用考虑了。有一说一，比起传统的绿皮车，动车的车厢真的是安静。丹阳东站以前叫林口站，然后旅程奔牛新闸镇常州。好了，困死我了，耳朵塞好，眯也行。灯一关，耳朵一塞，躺倒就睡，眼睛一闭一睁，镇宜啦。苏州都过了。那么接下来镇宜违停外跨堂，不好意思说反了，下一站昆山。昆山站站内正在办课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杭州到银川快18栋6次。地铁客船18064架，00号码回5栋1栋C8。侧线这是昆山站的驻站吊机吧？
我有玻璃波吃弄忙嘞。那么你战火有些出到了，马上就要开打。离开昆山，再经过一个叫陆家浜的小站，动车215次列车进入上海，下穿沪宁城际虹桥联络线、京沪高速线、京沪到达线、黄蜂下行联络线。15点38分，动车215次在京沪线上快速掠过南翔编组站。3分钟后进中环，交汇省局省段和谐店3 D8栋18牵引的直516次列车，然后上海西、光兴路、兰高路、中山北路。好了，沪宁城际上行线有列车出站，这是上海开往庐江系的高拐两无两次，车底由 CH2C 担当，稍后它将在南翔北线路所经由黄渡联络线驶上京沪高铁。如果大家经常乘坐中到新客站的列车，就一定会遇到列车停在中潭路地铁站附近的情况。这是因为此时新客站有列车正在出站，占用了轨道，导致进站信号没有开放。继刚刚拐两无两次之后，京沪线上也出现了一趟动车，乘38动2次由上海开往南通，它将在安亭西进入沪苏通，并一路驰骋跨越长江。什么？还有高手？沪宁城际前序列车刚刚通过1分钟，远处后面一列动车组就已经亮出了前照灯。高拐动无两次，车底由 CH380D 担当的沪宁城际高速列车，这3趟列车竟然是在5分钟之内连续发出的，可见上海火车站的到发密度何其恐怖。伴随着熟悉的旋律，15点49分，同样领先1分钟，动车215次缓缓驶入新客站。其实这样的慢速动车好处多多，车门集中控制，内饰更加舒适，车头也不用换来换去占用车站的其他轨道，这是非常能提高效率的。尤其是像新客站、南站这样的城区紧凑型火车站。那么对于 AD 钙奶动车组，你怎么看呢？